我的天啊！顾氏总裁顾北辰和陆氏千金订婚了。对啊，他们俩可真般配，门当户对的，真是天作之合呢。孩子的父亲正搂着未婚妻子，接受众人的鲜言和祝福，而我却正等着流掉他的孩子。喂，订完婚啊？忙完了。在哪？我正在逛街。晚上见一面。唐念26周岁，孕期8周，胎儿已经有了胎心，发育也正常。你们确定要做人流吗？医生，赶紧做，我还赶着去参加我儿子的订婚宴呢。方姨，这毕竟是北辰的孩子，能不能先问问他的意见？你怎么这么多废话？不知道他今天订婚吗？顾家的子孙能让你这种被包养的女人生？来，坐上去把裤子脱了吧。医生，会疼吗？哦，不疼，15分钟。医生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的孩子会疼吗？哎，念念，前2天你去江淮，你去那边做什么？我爸的葬礼，我回去送他。啊，我养父母是江淮那边的，我从小在那边长大。对了，陆总，您年轻的时候经常去江淮那边吗？何止经常，当年为了江淮那边的事业，他1年呀回来都不到1个月。当时啊，我才刚怀上你，是天天盼着他回来。后来生下你以后，他不在家，我就带着你和你哥吃了不少苦，好不容易盼着他回来了，还天天跟我吵架，最后啊，害得你走丢。唉，好在我们苦尽甘来了。哎，念念，你的养父母是江淮那边的，那你和你养父母是怎么遇见的？我妈说她是在镇上的一个政府门口看见我，我当时应该在那里待了很久，所以她见没有人管我，就把我带回家了。哎，老公，当年咱们潇潇是从江淮那边走丢的，他们怎么会跑到江淮那边？哎，这中间又差好几千公里，你说他一个2岁大的孩子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商业上的利益纠葛，得罪人是正常的。时隔久远，现在怕是不好查了。哎，没关系，我女儿回来了，以后咱们一家呀就可以团聚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我有点无聊，去找你啊。山水居陆家。好，等着我啊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爸妈，好久不见，有没有想我？怎么这个时候回来？吃饭了没有？我和北辰在附近逛街，刚好看上你们爱喝的酒，就买回来了。都嫁人了，怎么还像个小孩呢？唐小姐，你怎么在我们家？那你们先聊，我先去把酒收起来，一会儿找你们啊。杜夫人，我先出去透透气。安妮，陆总别担心，我最近眼神不太好，有的时候看不清东西，特别是我不想看到的。北辰，妈把我以前喜欢看的书打包好了，可以拿回家看看。
你进去拿一下。唐念，你这种女人，是不是只有死了才能安分？是不是只有死了才能安分？陆小姐，你能不能别跟个狗一样见到人就咬？你要是有本事弄死我，那你就来，别整着一副让人恶心的嘴脸。别以为你勾搭个没权没势的小白脸就万事大吉了。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和他在一起，还勾引着北辰，他下手都比我还重。陆小姐，我不像你，我不喜欢别人嚼过的棒棒糖。另外，你不知道的是，陈超在江淮还有一堆警察兄弟，你猜他们会不会在不经意间查出来你前2天曾经去过衙门酒店？随后陈超再跟顾北辰聊聊天，告诉他们你是怎么在衙门酒店找的人，再告诉他们你是怎么想要弄死我的。你猜顾北辰会怎么想你？简直你敢！星儿，北辰，果然，他选择的从来都是别人。醒了，醒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终于醒了，念念，你吓死妈了。我错了，我以为无论他怎么样，至少对我是动过心。我说他怎么会喝醉酒后去找我？我忘了，这个世上有一种人，他不爱你，但他不会放过你。那你先好好休息吧，啊，你让他好好休息。喝点汤。念念，你和心儿，你们俩是怎么掉进游泳池的？他推我下去的。你告诉妈，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俩都是妈的女儿，妈希望你们俩像亲姐妹一样，是一家人，不是仇人。林毅，我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一家人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家人？他有哪里做的不好？你告诉妈，妈教训他，让他改。林毅，你知道我脖子上这个崭新的伤痕是从哪里来的吗？心儿家的。林毅，我是不会把他当成家人的，这辈子都不会。外面怎么了？不管他们，你好好休息吧。爸，是不是你们找到了亲生女儿了？我就不是陆家的女儿了，我就要像块抹布一样被丢掉了是吗？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星儿啊，爸爸不是这个意思，爸爸就是想知道你和念念你们俩之间到底怎么了。你俩都是我的女儿，我希望你们俩都好好的，你俩又是姐妹，对吧？不要老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经常的争吵。上次是你，这次是念念，无论你们俩谁出了事，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都不会好受的。我都说我没有推他，他是自己掉下去的。我是想去救他，但是我不会游泳啊，所以北辰赶来才第一时间把我救了上来。爸，我当时也是太紧张太害怕了，所以才忘了水里还有唐念。你们也看监控了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所以我脖子上的伤痕也是我自己掐的。念念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呛了那么多水，差点就没命了。医生不是叮嘱你好好休息吗？陆小姐，你在想掐死我的那一刻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真的死了，警察在看到我脖子上的掐痕的那一刻，你该怎么解释？我说了我没有。你见过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面，
还能伸出手掐自己的吗？心儿，我女儿丢了20多年，我把你当亲生女儿养了20多年，从小到大，只要你想要什么，我都会想办法给你最好的。如今我女儿回来，我不求你这些年记着我的好，我只求你，不管你出于什么心思，不要伤害我的念念，好吗？妈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越不相信我。你既然以陆家女儿的身份嫁进了顾家，那以后就好好在顾家过日子。爸，妈不要我了，你是不是也打算不要我了？既然嫁人了，以后就在顾家好好过日子吧。你可真虚伪，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，结果亲生女儿回来没几天，你们这虚伪的嘴脸就暴露了。这么着急赶我走，给唐念这个贱人腾地方。唐念，你处心积虑的赶我走，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。北辰，我现在没有家人了，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我只有你了。行了，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。所以你们真的觉得杀人不用偿命，欠债不用还钱是吗？陆小姐，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只要你掉几滴眼泪，说几句扎心的话，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了，对吗？唐念，他知道错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刚才我死在泳池，你们现在捞起来的是一具尸体，是不是只要他对着我的尸体说一句对不起，这件事情就过去了，对吗？北辰，你别说了。唐念，我知道你怨我抢走了爸妈，也怨我抢走了原本该你家的北辰，可这些已经发生了，我已经尽量在弥补了。刚才的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相处，你一定要好好孝敬爸妈，不可以吗？你就一定要把我赶走你才甘心吗？林姨，陆叔，我先走了。才捡回了一条命啊！你要到哪儿去啊？二老也知道他才捡回一条命，好点了吗？还望二老莫怪，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。这天底下的父母都生怕自己的子女吃一点亏，受一点委屈，二老倒好，帮着外人欺负自己的亲生女儿。是不是因为念念从小没有在二老的身边生活，所以不哭不闹就代表着不伤心不委屈？这陆小姐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？这就是念念被绑架后警察提供的监控里，你就是主谋。你让人绑架念念，还花大价钱找一个喜欢玩戏虐的变态，让把念念玩死啊！胡说八道，我没有。警察们还纳闷呢，穿得这么珠光宝气的一个大小姐，干的事儿却是这么的阴狠毒辣，真叫人刮目相看。要不是顾总恰巧救了念念，估计此时的念念早在黄泉路上了吧？我没有。没有？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现在就给我那警察朋友打电话，让他们把视频发给我，让大家都好好看看这位陆家的星儿小姐是多么的阴险毒辣、为非作歹。不要！我们陆家这些年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你就这样对待我女儿的？你这心肠怎么这么歹毒？不是的妈，我没有做过，视频一定是他们合成的。陆小姐，你要用同样的借口来搪塞吗？在水里面我可以掐死我自己，我同样可以用钱找人凌辱我，然后把我弄死抛尸荒野。顾总，
你从酒店把我救下来的那一晚，你也觉得我是在演戏？妈，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做过。陆心儿，我自认这些年没有亏待过你半分，更加没有委屈过你。就连原本与陆家定亲的人是我女儿，因为你喜欢顾总，我们也风风光光的把你嫁给了心爱的人。如今你就这般来害我的女儿，陆家以后是容不下你了。你走吧。妈，爸，你也不要我了。你走吧。北辰，那你还要我吗？走吧。怎么，这就走了？顾先生想保护你的妻子，我也是一样。我只想保护我的女朋友。陆小姐光天化日之下买凶杀人，怎么着都得有个交代吧？要不然要警察局做什么？我那几个警察兄弟可都说了，只要我们坚持追究，他们必将上报京市公安联合查办。北辰，我求你了，我不想坐牢。念念，算了，你们走吧。我们家念念总是这么美丽大方、委曲求全，我更爱了。我们也走了。念念，妈知道我们现在说什么也没用，你刚落水，今晚就在陆家休息吧。陈超陪着我，没事。配合的不错嘛，这次总算把那陆心儿给吓唬住了。他在你的老情人心里形象大打折扣了，还不谢谢小爷？你胆子也太大了，万一被他们发现证据是假的怎么办？警察办案嘛，证据怎么能随便外传呢？行啊，你可真够贫的。这不就笑了吗？不就是一个脸皮贼厚的绿茶婊吗？放心，有小爷呢。陈超，谢谢你。咦，哎呦！病情恶化的太快，如果找不到可以配型的肾脏，唐晨恐怕坚持不到半年。所以我们得加快速度啊。小陈是爸爸和妈妈的命，他才17岁，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的美好，怎么能就这么走了？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，找到合适的肾源配型。小姐，麻烦您告诉我您的 VIP 预约号。哟，这南都什么时候对顾客的要求这么低了？一个随随便便上不了台的人都能进来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唐念，是给你脸了吗？我跟你说话，你装聋是吗？原来是你在说话，不好意思，我还以为是狗在叫，听错了。唐念，你父母怎么生出来你这个贱货？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让北辰和心儿把婚离了，我顾家的儿媳妇也轮不到你这个贱货。妈够了，妈够了，是不是轮到我说了？方慧，你真以为你儿子是个香饽饽，谁见了都想啃一口啊？是，顾北辰是优秀，但是他有你这样的妈，真是拉低了他的身份。顾北辰遇到你这样的妈，上辈子真是造了孽。贱人，你麻烦顾总抬一下脚。给我母亲道歉。给我母亲道歉。顾总确定要我给他道歉？唐念，道歉的时候最好诚一点，否则……是你儿子让我给你道歉的，怎么？你要是不满意的话，我可以再道歉一次。你敢打我？谁给你的胆子？
儿子，你看看这女人，我就说她是阴险毒辣，上不了台面吧。你闹够了吗？唐念，我刚看到你给我打电话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吧。你跟顾北辰之间没事吧？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。你这么着急找我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？需要我帮忙吗？我弟弟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急需要肾源。你能不能用一下你的人脉，帮我找一下合适的肾源吗？没问题，我这就去办。为什么啊？怎么突然离婚？这好像是方慧的声音。你们这才刚结完婚，现在好不容易一切走向了正轨，要是突然离婚，这顾家那些黑心豺狼不怕他抵押你吗？妈，我的事情你不用插手。儿子，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那个狐狸精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为了他要跟心儿离婚，我就不活了。这个女人根本就上不了台面，你可不能糊涂啊！我刚才路过。顾北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路过。顾北辰，你干嘛？睡觉。顾北辰，你干什么？唐念，你干嘛？喂。顾北辰，北辰，你昨晚和唐念在一起。神经病！陆小姐，有事吗？唐念，你为什么像一个贱人一样缠着北辰？陆小姐，麻烦您在搞清楚情况之前，管好自己的嘴。你的男人就在里面，麻烦你管好自己的男人，免得他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到处乱跑。北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一晚上没回来，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。好好的老婆闹得像个老妈子一样，有什么可生气的？北辰要和我离婚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死都不会离婚的，咱们谁也别想好过。星儿，你干嘛？这在公司别胡闹。哥，北辰要和我离婚，这都是他害的。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，唐念一回来，这一切都毁了。我恨他。顾北辰要和你离婚？走，有什么事儿去我办公室说。哥，这个时候了，你还护着他？你明明都知道，都是他破坏了我和北辰的婚姻，你还要护着他？顾总，这一切你都听到了吗？麻烦顾总跟自己的妻子把事情讲清楚，不要让他到处见人就咬。
你说我要是在陆家给你办的认亲宴上跟你求婚，你是不是觉得老浪漫了？闭嘴吧你！唐念，我差点忘了，现在应该叫你陆潇潇，还真是野鸡变凤凰了呀。陆星儿是吧？看来陆家底子那么好，也没能让你在9年义务教育里学会怎么做人是吧？要我说啊，野鸡就是野鸡，永远变不了凤凰。你哪怕在凤凰窝里待个10几20年，还是这个样子。陈超，炖炖人，你是这个。少拍马屁，走吧。哟，这野鸡都能来参加这高档的宴会，唐念，今天又勾搭上哪位公子哥了呀？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我就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好过。你这个贱女人，北辰跟心儿都快离婚了，你倒好，还打扮成骚狐狸这个样子，想勾引谁呢？唐念，像你这种女人，永远都比不上心儿，就是这种贱命，永远都做不了人上人。哟，陆家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低了？这么上不了台面的女人也能和陆家搅在一起？顾夫人当了几年阔太太，就以为自己是真名媛出山，张口闭口上不了台面的女人。方慧，你忘记自己出身戏子，忘记自己是怎么攀上顾家的门面了吗？诸位，今天邀请大家来，还有一件天大的喜事，陆某想和大家分享。各位，今天我们夫妇将正式介绍我们陆家长女陆潇潇给大家认识。什么？唐念这个野鸡怎么可能是陆家的长女？你把离婚协议书签了，别赖着北辰了。方姨，你也要拆散我和北辰，我们可是真心相爱的。你们算什么真心相爱？陆星儿，你们要是真心相爱，你结婚这么久，为什么北辰连你动都没动？顾北辰没碰过他。北辰只是舍不得碰我，他只是……陆星儿，再别给自己找理由了。他是我儿子，我这个做母亲的还不清楚吗？你留在顾家，不能给顾家带来任何东西，就连生儿育女你都做不了。陆星儿，不是我现实，我是一个母亲，我要为我的儿子将来考虑，所以就算成全我，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，你需要多钱，我们顾家尽力给你补偿。我不签，我是不会离婚的。从我嫁给北辰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没想过要离开他。就算我守着他一辈子，我也是不会离开他的。只要我不签，你们就拿我没办法。这事儿由不得你，我现在就去大厅宣布你和北辰离婚的消息。若是你还是不签，别怪我想办法逼你签。方慧，你现在就要去宣布吗？你就不怕京城的人说笑话吗？陆家前脚才宣布找到了亲生女儿，你们后脚就要宣布和我这养女离婚，你们就不怕成为京城的笑柄吗？我不仅宣布，我还要告诉所有的人，你嫁到顾家以后，我儿子连你一根汗毛都没动，你是怎么进顾家的大门，我们就怎么把你送出去。陆星儿，你是从头到尾一点亏都没吃，还白捡了几百万的离婚费，怎么着还把你委屈了？站住！方姨，你真的要现在去吗？哼，就责怪我。
北辰，你妈受伤了，你快来！方姨，顾北辰，快送医院！顾北辰，救人要紧，酒店有监控。你想说什么？顾北辰，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我不蠢。如果我说这些都是陆心儿干的，你会信我吗？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信。唐念，陆心儿的事情你不用管了，我会去处理。顾北辰，陆心儿就对你那么重要吗？她差点害死了你妈，你这都可以原谅？你不觉得对陆心儿来说，跟我离婚比她坐牢还惨吗？这人不是从不解释，今天怎么话这么多？唐念，你爸出事那晚，你一定也很害怕吧？唐念，如果我说我错了，我大错特错，你会……喂，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你先去忙吧，有什么事情我会立刻给你打电话的。好，等我回来。顾北辰，有的时候人心很大，可以种下所有的委屈和痛苦，但有的时候人心也很小，容不下一丝的绝望。顾北辰，我不会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了。念念，他怎么样？医生说他后脑受到严重的重创，往后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。心儿这回太冲动了，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呢？他都承认了。北辰的那位朋友啊，查到了酒店的监控，他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？你爸爸说愿意多出些股份补偿北辰，让北辰原谅心儿，可北辰断然拒绝了。他说要想让他不报警，心儿必须签字离婚，而且陆家必须声明心儿不再是陆家的小姐。北辰的一心护着你呀。可是挚爱的深情比草芥。顾总，您这都送了1年花了，你不嫌烦，我还嫌烦呢。哎，可是你至少得先收一次花，然后我才能进行下一步。约吃饭，再下一步是看电影。饰演那小子说了，这都是追女孩的必备流程。约你妹，吃你妹，看你妹啊！唐念，我是怎么把你弄丢的，就怎么样一点一点再把你追回来。宝宝，你已经走了，对吗？让妈妈多躺一会儿吧，这是唯一能证明你来过的方式。在哪儿逛街？我来接你。不用。一定会发怒。孩子总算打了，唐念，你要是不想打第2胎，今后离我家北辰远点。唐念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妇幼医院。谁打的电话？顾北辰。你还敢耍我？方姨，求求你别动我弟弟！还敢跟我狡辩？我不！儿子，
你听妈说，妈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这个被包养的女人怎么能配得上跟你？几个月了？8周。儿子，我自愿的。儿子，你不要太激动了，就是个孩子嘛。以后呀，你跟星儿想生几个就生几个。挺好。顾北辰，你摆出一副这样子给谁看呢？北辰已经跟星儿订婚了，你还想死皮赖脸缠着他不放？方爷，我不会再缠着他。那我弟弟的手术费喏，这是赏给你的，记住，管着你的嘴。有钱就是好，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。让一下！瞎呀，走路都不会好好走，杵在这儿等着被撞死啊！北辰，你快去看看吧。不用管，走吧。北辰，你还是去看看吧，我看他摔得挺严重的。陆小姐是她自己不小心撞到的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这就是他未婚妻吧？真的是好配呢。那赏你，陆小姐给你的。幸好你今天是碰见了陆小姐，要是放了别人啊，就你这拙劣的演技，碰瓷儿都不够格的。钱就不要了，既然你撞了人，就要道歉。你什么意思？季晴，你好好和他说。陆小姐，您就是太善良了，她这明显就是碰瓷儿的。你快把钱给他，我胃还不舒服呢。胃疼的厉害吗？没有，就一点点疼。你还要把我从订婚宴拉过来，带我检查，还专门选了这家医院。顾总对陆小姐可真好。这位小姐，季晴不是故意撞你的，你看你要多少钱，直接跟我说，不要为难我们了，好不好？原来是个颠倒黑白的绿茶婊，顾北辰，你眼光真的好差。陆小姐严重了，钱就算了，但麻烦你下次走路的时候小心一点。北辰，季晴也被撞了，她又不是故意的。我知道，走吧。你知道吗？不，你不知道。念念，你醒了。妈，我怎么会在医院？是一个叫陆欣儿的小姐给我打电话，说你晕倒了，还流了好多血。我来医院才知道，你做了流产手术，你还把自己搞成这样。陆欣儿能有这么好心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没事。没事没事，你就知道说没事，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。这女孩子打胎怎么可能是小事，还差点子宫大出血。你告诉妈，孩子的爸爸是谁？我这就找他算账去。妈，把这个钱给弟弟吧，够他撑一段时间。念念，你跟妈说实话，这个钱是你跟朋友借的，还是跟孩子的父亲？妈，我累了，你别问了。好，你好好休息，妈出去给你买点粥啊。你干什么呀，妈？念念，你弟弟医药费要50万，我跟你爸没有本事，救不了你弟，我也不活了。妈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，好不好？
求求你买了我吧，只要50万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啊。顾北辰，当年了，我嫁你心里不过是个花钱买来的玩物吧？你是谁？北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他是专门来看我的吗？后悔吗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困了，先睡了。刚打掉我的孩子，你还能睡得着？北辰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原来他是来陪陆星儿住院。没开灯，走错。我刚刚做噩梦被吓醒了，醒来发现你不在，还以为你走了呢。北辰，还好你没走，你对我真好。没事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不好意思啊，唐小姐，我只是有点胃疼，但北辰一定要让我来住院观察几天，还一定要陪床。哦，对了，唐小姐，我不知道你做了人流的事，差点害你出事，真不好意思。没事。唐小姐，你男朋友怎么没来？好好的孩子为什么要流掉？是孩子的父亲不想要吗？时间不早了，顾总和陆小姐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唐小姐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先走了。北辰，以后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当做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，可不能让他化为一滩血水，丢进臭烘烘的下水道，那多可怜啊！好，我答应你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他的孩子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，我的孩子却只能化为一滩血水？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？年年，你爸被人抓了，咱们这个家是不是就要完了？我爸一个农民工，老实本分，怎么可能被抓呢？他们说你爸打人，可是你爸平时连鸡都不忍心杀，他怎么可能打人呢？就是那个陆氏的李经理，他不想给钱，所以故意陷害你爸。妈，没事的，我一定会救爸爸出来的。哎，北辰，那不是唐小姐吗？她刚刚流完产，怎么会来这个地方？那个男人好像是我哥公司的一个小经理，风评很不好的，就喜欢飘。不会唐小姐怀的就是那个客人的孩子吧？难怪要打胎呢。那也不能这么着急赚钱呀，对身体多不好呀。北辰，我们继续去逛街吧。我刚看上一个包，只要200万。好，给你，随便买，我有点事要处理一下。唐念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哥，北辰又去找那个女人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李经理，求求你放过我爸爸，看在我爸跟你这么多年的份上。行了，跟我来。李经理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妈的，想要钱你装什么蠢？你今天要是不从了我就让你爹在牢里待一辈子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
妈的！顾北辰，救我！妈的，敢耍我！你吓唬谁呢？啊！你要认识顾北辰，我就是他爹。顾北辰，顾总，怎么缺钱了？你说什么？是他勾引了我。他说2万块钱，随便玩。顾北辰，我没有。那你们好好玩。顾北辰，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？你要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出卖身体换钱，这不就是你最爱用的手段吗？还敢要2万块钱？一个打过胎的女人哪有脸要2万？所以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为了钱可以随时出卖身体的女人，对吗？还愣着干嘛？给我好好玩他！妈的，吓死我了！我今天非玩死你不可！你要是敢碰我，我就死给你看！老子今天就让你爽死给我看！放开我！谁他妈又坏老子好事儿？顾总，滚！都出来卖了，还装什么清纯啊？够了，顾北辰，别逼我恨你。北辰，刚刚在门口碰到我哥，怎么一来就跑到别的男人怀里了？这不是别的男人，这是我男人。啊，唐小姐这是在这儿工作？来人，送陆小姐回家。刚来就赶我走，坏人！北辰，这怎么回事？一个小小的经理就敢肆无忌惮的强暴殴打女性，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陆氏可以一手遮天了？今天的事情我会好好调查清楚，如果是李经理的问题，我绝不会姑息。但是如果作为星儿的哥哥，我很有必要问清楚，你跟里面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可别忘了，你跟星儿可是订了婚的。没什么关系，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出卖的女人，我嫌脏。救命！别碰我！是我，是我，没什么关系。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出卖的女人，我嫌脏。离我远点！你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出卖吗？装什么贞洁烈女？所以顾总觉得应该给我点什么，我才不会打扰你和陆小姐的幸福生活。唐念，你别碰我底线。这个时候，唐念，你可真够贪的。毕竟我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。姐，我是不是要当舅舅了？哟，没事吧？你别听他乱说。那天陆小姐打电话的时候，她有一茬没一茬的听了几句，瞎说的，别乱说了。姐，那我姐夫是谁？我见过他吗？好好隐蔽，别瞎猜。姐，你不结婚是因为我的病吗？跟你没有关系。姐姐不想结婚，是因为还没有遇到那个想嫁的人。
唐小姐您好，我是陆氏集团负责人陆哲宇，您父亲很快就会被放出来，该给他的钱陆氏1分都不会少。谢谢您，真的太感谢你了。另外，有件事想拜托唐小姐。拜托我？没想到唐小姐的翻译水平这么高，这次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了。我这个项目是个急活，翻译陈姐又有事突然来不了，还好她向我推荐了你。陆总真是太客气了，您才是帮了我大忙。我父亲的事，真的没事吧？哥，你和唐小姐？陆小姐，你误会了。哼，别瞎说。哥，你要是谈恋爱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就有个嫂子了？妈也不用担心你的婚事了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北辰，你不是要陪我的吗？你这个小没良心的，成天就知道跟别人腻歪，多少天没回家了？爸妈可是天天念叨你。哎呀，那可是我的未婚夫，你的准妹夫。哥，回去让妈给我做好吃的。哼，唐念，我送你的大礼，希望你能喜欢啊。上车。他刚刚不是走了吗？下家找好了。顾总管的可真宽，不知道你那些女人是不是像我这么幸运，被你这般惦记。陪陆泽宇睡过了。睡过了，他比你温柔。唐念，滚！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念念，你快回家，你爸被放出来了。太好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给爸爸买了好多爸爸爱吃。爸妈，你们吵架了？妈，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文翰，别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好好说，唐念，你给我好好说，这么多年是怎么教育你的，让你不顾我这张老脸去给别人当情妇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是你的女儿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你不了解吗？那你不想说是不是？糟了。念念，李经理来了，你抢陆小姐未婚夫的事情他都告诉你爸了，你个傻孩子，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你？李经理，我唐文翰堂堂正正一辈子，还从来没有被人嘲笑，说我女儿给别人当情妇啊！你好样的啊！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打我，我打死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别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，文翰，你再这么打下去，他就没命了。念念刚小产完，你这么打下去，你就要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。你怀了那混蛋的孩子，说，孝成手术的钱是谁给的？你这2年的钱是谁给的？说呀！是葛伟成给的。文翰，你别吓我！文翰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文翰，文翰，文翰！怎么会这样？好好的一个家，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
医生，我爸他没事吧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急性心脏病，抢救无效死亡。你们进去和死者见最后一面吧，请节哀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妈，是你害死你爸的，是你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！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，你滚！妈，医生，你母亲身体并无大碍，只是以后不能再接受刺激了，明白了吗？谭念，你不要命了！顾北辰，你来了。想死别祸害别人。祸害别人？可是我已经把我爸害死了。谭念，我这是怎么了？睡眠不足，气血两虚。姑娘，你这身子再这么折腾下去，就真的废了。查完了赶紧滚。三哥，你过河拆桥啊你！行了，我马上就走。他小闪完没恢复好，再加上情绪郁结，很容易终身不孕的。你呀，别总整天黑着个脸，对病人影响不好。唐念，你爸的遗体只能在医院里放3天，医生刚来通知说要尽快把遗体送去火化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会立马找人弄好的。你爸的丧事，妈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处理好的。好。你爸的事，陆家没处理。陆总处理得很好，只是……儿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不是要陪欣儿去试婚纱吗？时间不早了，你赶紧去吧。是啊，北辰，我都等你好久了。你个臭婊子！我警告过你，别缠着我儿子了。你是打算办完你爸的丧事，再给你妈办，是吗？你可以去问问你儿子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病房。你拍我也打了，我跟你儿子顾北辰也断干净了。如果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能让你满意的话，我不介意告诉你儿子，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他的母亲亲手害死的。你居然威胁我！不敢，狗急了也会跳墙。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家属请让一下，我们要把死者的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。爸，你们不要杀我爸！爸，文翰，你不要离开我，文翰。妈已经走了，咱们就是谈心去吧，妈。我不要。小陈，你扶妈上去，我去买些祭品。唐念，顾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？申燕说你身体没恢复就走，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。去医院躺着。不用，我不用去医院。不想死你就去医院。放开我！顾北辰，你给我的惩罚还不够吗？我离你已经够远了。当初没有拒绝我的是你，在床上抱着我说会善待我的也是你，凭什么最后所有的错都要让我来承担？我爸已经死了，
顾北辰，求求你了，放过我吧，我不会再缠着你了。妈，忘带钥匙了吧？我找找。我不是你妈，是不是不把这个家弄得支离破碎，你就不会善罢甘休？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师父会干的，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你妈，从来都不是。我生不出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。我要是知道你会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情，当时我就是让你冻死在雪地里，我都不会抱你回来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妈，走，走，妈，我不是你妈，妈。我是在镇上见到你的，当时你身上就只有这个镯子。唐年，我养了你20多年，不求你回报我的养育之恩，但是你不该这样祸害这个家。你走吧，这个家容不下你了，也经不起你这疼。妈，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。那我是谁？我的家在哪？我的爸爸妈妈在哪？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还好吧？现在你满意了？你没事吧？陆总找我来是有什么事？你父亲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所以我来看看。人已经死了，火化了，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堆灰烬。他们都不要我了，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唐小姐需要帮忙吗？今晚先住这儿吧，有什么事明天说。陆总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做好事。你是唐念吧？我是陆哲宇的母亲，我过来拿点东西，没打扰到你吧？没有。哎呀，阿姨，来。阿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年纪大了呀，腿脚不利索了。幸好相框没有碎。阿姨，这是你们一家人吗？是啊，这是我们一家呀唯一的一张简家福，20多年了。没事的，阿姨，反正你们一家人都在一起，来日方长，想拍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拍。是啊，来日方长，我们一家人一定可以再拍一张简家福的。妈，不是不让你再看这些照片了吗？你的眼睛再哭，可真要出问题了。咱们走。这镯子
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我妈没吓到你吧？阿姨没事吧？她没事，只是想到以前的事情有些伤心。陆小姐小时候真可爱。哼，她不是星儿。你还有一个妹妹？对，只不过在2岁的时候就走丢了。丢了？陆总，多谢你昨晚收留我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一定要说，我会尽力而为的。既然唐小姐不想留在这，那我尊重你的选择。不过上次会议唐小姐翻译得很出彩，所以我想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陆氏对待员工的待遇，我想唐小姐绝对会满意的。谢谢陆总。我还有一个请求。陆总请说。顾北辰和星儿婚期将至，我希望你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。好，谢谢。怎么突然想起来出来租房子了？顾北辰舍得你出来吃苦啊？顾北辰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，更何况他已经订婚了。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？陆哲宇让我去陆氏集团上班。陆哲宇就是陆氏集团那个年轻总裁？他怎么……该不会是我上次介绍你给他做翻译，他看上你了吧？你想什么呢？顾北辰的未婚妻是陆哲宇的妹妹，他为了我远离顾北辰才这么做的。是陆家人的手段可真够可以的，这别人要赶人，要么是给钱，要么是使用暴力，他们倒好，直接把人安排在眼皮子底下，是你想弄出点什么也弄不出来了。是啊，妈，我是念念，你还好吧？姐，是我。姐，你去哪儿了？小陈，妈怎么样啊？妈一直都在哭，昨天到现在一口饭都没吃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小陈，姐姐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。姐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？小陈，姐姐正在给你赚治病的钱，姐姐没有不要你们。那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姐姐有时间就去看你们。小陈，姐姐把钱转到妈妈的银行卡里，你要按时化疗，知道吗？这个数。唐念，你可真够贪的。我们从前开始，又从前结束，如今倒算是两清。可我欠母亲，却永远还不起。这些同事怕是误会我和陆总的关系了，一个劲儿的灌我酒。陆小姐，真巧，没想到在这会遇见你。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，唐小姐。顾家看不上你，陆家就更不可能了。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让我哥把你弄进公司，但是我警告你，离我哥远点儿，更不要和北辰有任何牵扯。野鸡就是野鸡，永远不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。陆小姐一天到晚可真忙啊，操心完你哥，又操心你的未婚夫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想试试当陆总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。不要脸！陆小姐，你既然想惺惺作态，装温柔装贤惠，你就扮演好你的角色，不要招惹我。我对你哥不感兴趣，对你的男人更没有兴趣。最好像你说的那样，
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。谢谢陆总。陆总，我要下车了。陆总，你想干什么？再过几天，星儿和顾北辰就要结婚了。陆总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多此一举了吗？晚安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怪不得陆之宇要亲我。这么着急就成为陆哲宇的入幕之宾了？啊，唐念，你是有多寂寞才能这么着急的扑进陆哲宇的怀抱？顾北辰，你有什么资格管我？谁是我的入幕之宾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有没有关系，我说了算。顾北辰，你开门！顾北辰，你疯了！对，我就是疯了。这难道是他和陆星儿的婚房？居然把我带到你们俩的婚房来，顾北辰，你真是疯了！夫人，陆小姐的婚纱已经送过来了，我要不要给陆小姐打个电话，让她过来试穿啊？是那个季晴，杏儿那丫头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，晚一点给她打电话。我们先把婚纱送进去。我的潇潇也到了出嫁的年纪了，不知道她……夫人，您也不要难过了，这么多年您一直都在找潇潇小姐，相信啊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很快就能团聚的。唐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昨天晚上你和顾总住在这儿了，真是不要脸！我要不要脸？你没有资格说。好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妈，你不生我气了？念念，你快来医院一趟，你弟刚才又被送去抢救了，医生说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做手术，你弟弟真的会死。妈，你别急，我马上就过来。谢谢啊，顾总，你滚！怎么还是打不到车？上车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过车了。要我下去抱你吗？你弟的病很严重吗？他的病情恶化，暂时找不到合适的骨髓进行手术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顾北辰，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唐念，你就这么着急摆脱我跟陆哲宇在一起？顾北辰，你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跟我说这些话，你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？下车。
放下确实很痛苦，但是长痛不如短痛。妈，弟弟他怎么样？念念，怎么办？你爸走了，我唯一的儿子也要离开我。妈，你放心，弟弟他一定会好起来的，一定会。对不起，念念，是妈拖累你了。妈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骨髓的事情就麻烦您操操心。陆小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唐念，你都敢跑到我的婚房去勾引顾北辰了，就那么缺男人吗？陆小姐，你觉得单凭我能找到你的婚房吗？你应该去问问你的未婚夫。贱人，我倒是小瞧你了，看来你是死一个爹不行，还得死一个妈才行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？你以为李经理是怎么知道你和北辰那些肮脏事儿的？原本我只是想给你一个警告，没想到你父亲还挺争气，直接挂了啊！这还真是报应。你敢打我？我跟顾北辰之间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，你嫉妒我、怨恨我、迁怒我都可以，但是你不应该牵扯我的父母。我动你父母又怎么样了？你还能弄死我不成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你还有个白血病的弟弟，找不到骨髓配型是吧？如果他死了，你觉得你妈会？你敢！你要是敢碰他，我就杀了你！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话？唐小姐非得动手。哥，我原本是来给唐小姐送请帖的，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大，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。这个女人演技可真好。唐小姐，今天你的状态不适合上班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陆总这是要赶人。既然你是来送请帖的，那麻烦你把请帖给我。唐小姐，你非得要这么咄咄逼人吗？陆总还是抽空去医院看看眼睛吧。哎呀！妈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走路的？唐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的地方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撞了你。这是你的？是我的镯子，麻烦你还给我。我的小小回来了，我的小小回家了。不好意思，阿姨，我不叫小小，我叫唐念。刚才很抱歉撞了您。小小，你就是我的小小。这镯子是你周岁的时候妈亲手给你打的，上面还有你的名字。不信你看。你确定吗？我是在镇上见到你的，当时你身上就只有这个镯子。难道我真的是小小？心儿，你先去倒几杯水。唐小姐，我可以看看你的镯子吗？啊！这是小小的东西，这是小小的东西。妈，你先别激动。唐小姐，这个镯子是一直戴在你身上，还是近几年你才得到的？这个镯子是母亲刚给我的，她说我小时候是一直戴着的。那天陆总也看到。小小，我的小小。妈，你先坐下，别向着人家。唐小姐，今天可能有些唐突，但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。我有一个妹妹，2岁的时候和我们走丢了。她走丢的时候手上就戴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镯子。我们找了她很多年都没找到，
所以，如果这个镯子是你的话，你能跟我们一起做一个亲子鉴定吗？陆心儿与我父亲的死脱不了关系。若我真的是陆家的女儿，就有能力为父亲报仇了，也能更快帮弟弟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。可以。那今天你有时间吗？如果今天一会儿你没事的话，我们一起去趟医院。唐念，本来是想放过你的，但是你一直在找死。我到了。唐念，要不别住这儿了，现在就搬回陆家住啊。妈，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，先别急，等结果出来之后我会安排好的，咱们先回去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唐念，你又来干什么？弟弟的配型已经找到了，明天就可以手术。什么？太好了，顾北辰，谢谢你！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。喂，妈，弟弟配型者。念念，你弟弟不见了，我上了个厕所回来，他整个人就消失了。妈，你别急，你问医院要下监控，看是什么人带走的小陈，然后报警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医院说是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把你弟弟架走了，我们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呀，怎么会有人对你弟下手呢？我带你去医院。怎么回事？哟，好姐姐来了。陆星儿，果然是你。我弟呢？在里面呢。陆星儿，你有什么气朝着我，对一个病人下手，你还算是个人吗？既然我都这么坏了，那你就看着你弟去死吧。不要！不要！他怎么来了？弟弟，我来救你了！危险！顾北辰，我弟弟在里面，你快去救救他！快去救救他！好，你在这儿等着我。明天你弟弟就可以做手术了，我特意从国外请了顶级专家，不用担心。真的很感谢你，顾北辰。如果我说是陆星儿绑架的我弟弟，你会信吗？星儿她性子单纯，不会且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。是啊，他没有必要。刚刚我是开玩笑的。以后不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。他就是你打掉孩子的父亲？不是的，妈，他是一个好心人。妈，明天弟弟就能手术了，你开不开心？走，去看看。姐，等我病好了，我就去学散打。再有人欺负你，我就揍死他。我们小陈啊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明天星儿婚礼你会去吗？陆家长辈都在，去见见吧。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，我还不一定是你妹妹。再说了，陆小姐的婚礼我去不太合适吧？啊，星儿是潇潇走丢后，父亲怕母亲太过伤心抱养来的。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找她，可是一直都一无所获。
你妹妹为什么走丢啊？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很爱顾北辰吗？爱不爱他不重要，其实我也很被动。我的道德底线告诉我不要再靠近他，但有的时候很难掌控，我也很抱歉。原本要嫁给顾北辰的是潇潇，但这些年我们一直找不到他，所以我不懂你们豪门之间的恩怨，但是你也不必觉得对我有什么愧疚。人这一生很长，还会遇到很多人，我还会爱上其他人。好，那我明天会去接你。顾北辰，我是放下了，但是陆希儿，我们还有很多账要算。唐念，我给你好脸了吧？你父母没教过你礼义廉耻？方爷，你这是贴小广告上瘾，打算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是吗？看来上次还没把你教训够。来人，都给我进来！你想干什么？哼，你不是缺男人吗？我一次性给你送个够。你这是在犯法！唐念，我警告过你，北辰不是你这种女人能配得上的，是你不长记性，怪不得我。这要怪，就怪你没这个命，不像星儿那样，人家生在富贵家里，这都是你的命。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们了，别弄死就行。我去，真得劲，老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儿！放开我！住手！滚！别碰我！你再给我说一遍！我说过让你别碰我，你跟你那个妈一样，让人恶心。你。顾北辰，你明天都要结婚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唐念，如果这辈子错过顾北辰，你会遗憾吗？你是担心我来破坏婚礼，所以提前来给我打预防针。顾北辰和星儿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在婚礼上做什么事的，我来只是简单的祝福。破坏婚礼这种事太轻了，我爸的一条命，怕陆星儿一场婚礼可抵不了。王爷，你来了，走，我带你去见见家里人。好，老公，他就是唐念。你好，丫头长大了。爸妈，宾客都来的差不多了。唐小姐，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。唐念，我们要进去招待客人，婚礼结束后咱们一起走。你记得等妈妈。唐念，你要是敢在我的婚礼上捣乱，我保证你进不了陆家的门。你觉得我会受你的威胁？你可以试试。
鉴定结果还没出来，不是吗？你是不是陆家的女儿还不一定。况且，就算你进了陆家，你以为你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可别太想当然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砸场子。唐小姐可真会开玩笑，她是哥哥的女伴，婚礼快开始了，我们走吧。如果这辈子错过顾北辰，你会遗憾吗？会吧，毕竟是动了心的人。吃好喝好。曾几何时，我也曾痴心妄想过，顾北辰会牵着我的手，敬四方来宾的酒。唐念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方毅觉得我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？你这个野鸡，也配出现在我儿子的婚礼上？在我没发飙之前，我警告你，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动粗。我不配出现在你儿子的婚礼上。方毅，你是不是忘了，我和你儿子在床上缠绵过，肚子里还流过他的种，我怎么就不配了？你贱人，我给你点好脸，你还越发嚣张了。上次是怪你走运，别以为北辰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动你了。方毅敢不敢动我，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敢保证，只要有我的存在，你儿子的婚姻不会太平。我会替我死去的孩子不择手段的让你们不得安宁。贱人，不要脸的贱人，你就是上不了台面的野鸡，在这儿还有脸威胁我？谁给你的脸？他不是什么野鸡，他有家有父母，不是什么野孩子。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是唐念，是他故意来破坏你的婚礼。儿子，你赶快把他撵走，让他滚远点。不劳烦顾总了，我有腿，可以自己走。唐念是我们请来的，既然顾夫人要赶他走，那就连我们一起吧。亲家母，你这是怎么说的呀？这唐念在我儿子的婚礼上闹事，我作为母亲，我不应该赶他走吗？刚才我看见的是你动手打他，推他，羞辱他，自始至终他没有说一句话，全是你对他的诋毁侮辱。怎么最后反而是他在闹事了？亲家母，你怎么帮一个外人说话呀？今天明明是你女儿的婚礼，你帮着一个外人，你女儿心不寒吗？行了，唐小姐没事吧？我派人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不用。方毅刚才伤了人又辱骂人，不觉得应该道歉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唐小姐，我为我母亲的冲动向您道歉，对不起。儿子，你给他道什么歉呀？他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。顾夫人，你再多说一句话，别怪我做事难看。走，我带你去医院。唐念，婚礼上的事儿，你是故意的。你说的是哪件事？你明明知道，母亲和哥哥的眼里只有你，哼，所以你故意招惹方毅，让他对你大打出手，招惹母亲跟哥哥来为你出头。唐念，你好深的心机。怎么，你是觉得我就任由你们处置？唐念，我已经是北辰的妻子，就算你是陆家的女儿，你也奈何不了我。我劝你最好安分点儿。确实，我现在是奈何不了你。不过以方慧的性子，她要是知道你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，你在顾家，你觉得她能善待你吗？唐念，我警告你，别胡说八道，否则什么？你又想拿谁来威胁？你别以为我不敢。
你敢？陆星儿，既然你对我父亲的死毫无歉意，那这笔账我们就慢慢算。你今天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天就可以出院了。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听说顾北辰结婚了，怕你太难受。疼吗？不疼。陈姐，我和他早就已经结束了。那要恭喜你了，终于摆脱那个臭男人了。还不快滚进来！谁啊？这是我弟陈超，刚好最近没事儿，让他带你去散散心。陪大美女的话还是可以的。怎么看着不高兴啊？你姐让你陪我散心，没让你找这么个地儿啊？嗨，你要是不喜欢，那也没办法，一醉解千愁嘛，将就一下啊。我可没时间带你去游乐场搞什么浪漫。再说，大家都是成年人，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，喝杯酒，睡一觉，第二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来，不错。看来你的金丝雀要从笼子里面飞走了，蛇都不想要了，我就给你割了。唐小姐，又见面了。这位是朋友，我叫陈超，是唐念的男朋友。你好。啊，唐小姐速度挺快啊。怎么？按照沈医生的逻辑，我还得守管一段时间。没有，那倒不至于，不至于。老情人啊，小屁孩，以后没事别乱说话。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不是，我是认真的。你看看你那老情人，得有30了吧，估计还结婚了。你看看我，年轻又有活力，不如试试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吃嫩草。嗨，没事儿，我喜欢老牛。再说了，你也就比我大个3、4岁，人都说了，女大3抱金砖，挺好。别贫了，回吧。哎，别急着走啊，才刚来，没玩好呢。来，再坐一会儿。他妈的，眼睛长天上了！不好意思啊，哥，刚才走路有点急了，要不一会儿陪您喝一杯，当做赔礼道歉了啊。小屁孩，毛都没长齐，学人出来喝酒，我欠你那杯酒啊！跪下给我舔干净！你确定？怎么？还要我再重复一遍？这不比舔更舒服呀？啊！找死！我弄死他！沈医生，你干什么？等警察过来的话，你的小男朋友都快被打死了。你可以选择找他。喂，警察，这里是。陈超，小心！敢砸我！等等，你是那孙子女朋友吧？长得还挺得劲儿的啊！今天陪我一晚上，我给那小男朋友留一条命。孙子，你女人老子带走了，今天晚上留你一条命。放开我！你给我老实点！唐总玩的可真大。顾先生，实在是太巧了。顾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打扰到你了。是这样，我在2楼给咱开个卡座，咱们继续玩。酒就不喝了，人我得带走。原来是顾总的人呐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那人我就交给你了。嘿嘿，怎么不想走？他受伤了，得去医院。没本事还硬刚，唐念，你眼光不是一般的差。他不去医院会死的。
哎，你不会让我管他吧？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。顾北辰，你大爷！少爷可是医生，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啊？谢谢啊。你在陆氏上班？嗯。辞了。顾氏在英国的分公司在招聘，你母亲和弟弟我会安排。为什么？我们2个都已经两清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赶我走？婚礼上的事情，我不希望发生第2次。顾北辰，你若是非要将过错归在我身上，那我认了。但是我是不会离开京城的。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，我可以自己照顾，我不需要你插手。还有，我非常喜欢陆氏的这份工作，我比你更厌恶和你有任何的牵扯。所以以后有你的地方，我会躲得远远的。唐念和北辰的事情，你明明都知道，为什么还要让他来陆家？鉴定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？你就那么确定他就是潇潇？星儿，既然你已经跟顾北辰结婚了，就好好和他过日子，别的事情就不要在意了。哥，你是不是和妈一样，觉得嫁给北辰的应该是潇潇，不是我？所以是我抢了北辰未婚妻的位置是吗？星儿，你不要多想。可是行了，我还有工作要做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再说。哥，去做自己的事。哼。没事吧？陆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？医院的鉴定结果还需要2天才能出来，明天是杏儿的回门宴，母亲也希望你能参加。这是礼服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陆小姐的宴会我去不太合适吧？明天既是杏儿的回门宴，也是陆家的家宴，你去没有任何的不合适。鉴定结果出来以后，你就不害怕失望吗？别空欢喜一场。我相信自己的直觉。这是新药工程的资料，你看一下，如果没什么问题，就拿给我签字吧。新药工程，爸爸的工地。好。我家小宝，念念真漂亮。妈，我先进去。林毅，出门的时候耽搁了，让您久等。妈，不怪北辰，是我早上起来晚了些，化妆又耽误了点时间，所以才来晚了。不晚不晚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哥去叫你爸和你爷爷他们了。走，我们先进。你们先坐着，我去叫其他人。北辰，给爸妈还有爷爷的礼物，你是不是忘拿了？好，我去拿。如果我没记错，鉴定结果应该还没出来。你就不怕鉴定结果出来了，你不是陆家的小姐，之后的事儿不好收场吧？陆小姐，你到底在紧张些什么？是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是我的事情？你现在为我这么着急担心，该不会是觉得我如果真的是陆家的女儿，会借着陆家的事报复你？就算你是陆家的人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？你父亲的死，那是他活该，谁让他养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？所以他活该被气死。是，我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，但是陆小姐不要忘了，我和顾北辰之间有2年的感情，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能抹平这一切吗？对了，听说方慧看上你是因为你是陆家女儿的身份，如果他知道你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，你觉得他会不会拆散你们啊？如果鉴定结果出来我真的是陆家的亲生女儿，你觉得你们还能走多远？
没事吧？怎么回事？心儿，这怎么了？爸妈，你们要是不要心儿，就给心儿说一声，不必让唐小姐这么来羞辱我。心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是我陆离的女儿，永远都是，以后不许胡说啊！爸，在今天之前，我也一直以为我永远都会是您的女儿。可是唐小姐仗着母亲和哥哥的偏宠，警告我滚出陆家，永远都不要进入陆家。这个家姓陆，谁能进这个家门，我说了算。唉，要不大家先用餐吧。我和他在一起700多天，从没见他跟我夹过一次菜，如今却对他的妻子体贴入微，关怀备至。或许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。怎么了？今天日子很特殊，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这些年我们全家都在寻找失散多年的潇潇，几乎找遍了全国每一片土地，从满怀希望到绝望，又从绝望到充满希望。没想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以这种方式相聚。鉴定结果出来了， DNA 显示唐念与父亲的 DNA 重合率高达 99%， 也就是说唐念就是爸妈的亲生女儿。孩子，妈终于找到你了，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。好，哎呀，我寻找多年的女儿终于找回来了。过几天呀，我一定要大请家宴，也算是为潇潇接风洗尘。来来来，干一杯！什么时候？顾总说话向来这么没头没尾吗？什么时候知道你是陆家走丢的女孩？听你这话，你是后悔和陆星儿结婚了？说来也是，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要是早点知道我是真正的陆家大小姐，说不定你的孩子也不会死。1年后，他或许还有机会软萌萌的叫你一声爸爸，而不是化为一滩血水被冲进下水道里。够了，唐念，你是在怪我没有娶你吗？我有什么资格怪顾总啊？毕竟顾总是掏了钱的，拿了钱再怪顾总，那岂不是太没有职业道德了？唐念，顾总，你不能这么生气。你要是不想娶陆小姐的话，可以跟她离婚，然后光明正大的再娶我这个真正的陆小姐。唐念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？北辰，爸说有事跟你聊聊，在茶室等你。陆小姐，你一直这样不累吗？贱人，居然勾引有妇之夫！我要是想勾引他，就不会选择这种地方，早就把他带到房间里去了。唐念，你这种人就不该活着，就不该活着！救命！星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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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医生，医生！只是呛水，没什么大事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北辰，陆伯父家的泳池，不用去填了吧？怪我了。
心儿是在你走之后领养的。你走了以后呢，你母亲是整日以泪洗面，泣不成声，所以我就把她领回了陆家。这么多年，她在你母亲面前听话懂事。如果没有她，你母亲恐怕过不了这一关。我没有推她。不管怎么样，一会儿去给心儿道个歉，毕竟这件事是你做错了。道歉就不必了，今天多谢陆总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做错了事情，难道不能道歉？没人教过你吗？我父母教养我的，是做错了事情道歉，不是别人认为我错，我就要道歉。陆总，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像林毅这种美好的人，会教养陆小姐这种人出来。现在看到你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这上面有监控，陆总可以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再去指责别人。你，唐念，你太冲动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该回去了。这里才是你的家。我不知道陆总对家的定义是什么，但是在我这里，家是我的港湾，是我的牵挂，是我的归宿。很显然，这里不是。看来你手上好了，不如你帮我一个忙。我靠，你连病人都要使唤，你这也太狠心了吧！不愿意就算了。好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晚上你带几个人去陆氏集团的仙药工地，那儿的建筑应该都不合格，在不伤到人的情况下，把事情闹大些。好。唐念，顾总找我有事。你想要什么？你觉得我需要什么？心儿虽然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，但她既然嫁给了我，就是我陆北辰的妻子，我有责任去维护她。我希望你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去刻意针对她。顾总对自己的妻子真是爱护，我非常佩服。不过，你真的了解你自己的妻子吗？顾总，你跟我来一下。你最好别耍花样。唐念，你……哎呀，姑娘别哭呀！听大妈一句劝，这种男人可要不成啊！哎呦，小伙子，这是做什么？男女朋友吵架，你不至于把女朋友推到水池子里吧？真是长见识了，这种男人还能找到对象啊？唐念，你什么意思？顾总是没看清楚，还是脑子不够用，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。有的时候不是掉几滴眼泪，装装委屈就是弱者。我没有推陆心儿。顾总也知道被人污蔑的滋味是什么感受，所以麻烦你回去告诉自己的妻子，不要再做那些让人恶心的蠢事。对了，忘了提醒顾总，顾总还是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，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。唐念，你赶紧回公司，星耀那个项目出事了，陆总通知10分钟后召开紧急会议。好，我马上就过去。星耀这么快就出事了，看来陈超的办事能力还挺强的。爸，
我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。承重墙竟然全部都坍塌，这么大的事故，竟然让我们来找问题的根源，这明摆着就是折腾我们。刘姐，负责信用工程的领导是谁？陆总呀，还能有谁？哎，不过直接负责星耀的人应该是李经理。发生这么大的事，你是想直接把陆氏交代了吗？这次的事情我不管你怎么办，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。哼！晚上有时间没？一家人吃个饭。晚上我要陪妈妈和弟弟，不好意思。有什么事吗？星耀工程的事故，从本质上来说，那是必然的。因为星耀工程用的高价安全材料被置换成低价材料。这个李经理，好大的狗胆子，竟敢这么胡闹！查一下星耀工程的材料进场质检记录。那您先忙。唐念，昨天的事情，爸知道错怪你了。晚上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咱们一家人好好吃个饭吧。不必了。干什么抓我？我犯什么事了？放开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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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李经理啊，可真是恶有恶报呀！星耀工程肯定是他做的手脚，几个亿的资金弄出来的房子，就跟豆腐渣一样，不知道被他私吞了多少呢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害你的人终于得到制裁。妈，你开开门，我给爸爸报仇了，妈。小陈，你给姐姐开开门。小姑娘，你还是别敲了，这会人家昨天已经搬走了，你还是打电话联系吧。搬走了？那您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？这个不太清楚，说是回老家了。父亲走了，自然是要落叶归根。母亲连回老家都不愿意跟我说一声，肯定是怨极了我吧。啊，唐念，你回来啦？你怎么来了？玉儿说你住这边，我过来看看你。你吃饭了吗？我给你熬了点汤。走吧。唐念，昨天的事是你爸冲动了。希儿在陆家待了20多年，你爸把对你的想念都转移到他身上。昨天事发突然，所以他才凶了你。但是你爸是真的很想你，他也知道自己错了，你别生他的气。咱们啊，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。一家人啊，是怎么吵怎么闹都散不了的。都过去了。唐念，你是不是很怨恨我和你爸？算不上怨恨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能遇见你们已经是恩赐了。妈知道你心里有怨，妈也不逼你一下子就改口，妈只希望你以后不要走远，只要你安然无恙，好好的。刘姐，我家里有点事，想跟你请一下假。怎么突然要请假呢？是有什么急事吗？我爸的丧事。哦，我想回去一趟。哦，好，那你节哀顺变。谢谢刘姐。妈，我求求你，不要赶我走，让我送我爸最后一程，好吗？姐，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。
我怎么会不要你们呢？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弟弟的。妈，妈，我自己来吧，这些天辛苦你了。念念，对不起，小陈虽然已经做了手术，可是今后的治疗费用是个无底洞。妈只是不想再连累你了，所以才搬回老家。妈，你不用这么说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姐，你去哪儿？姐姐给妈送饭啊，能去哪儿？我以为你又要走了呢。姐姐永远都不会不辞而别的，不管姐姐去哪里，都会带着你和妈妈。你要健健康康的，也要让妈妈开开心心的，知道了吗？那我先走了，你记得按时吃药。呀，这不是我们陆大小姐吗？这才关了3天，怎么就成这样了？瞧你那憔悴样儿。陆小姐手脚可真是长，都伸到小县城来了，为了找到我，你可真是煞费苦心了。这都是你自找的，陆星儿，你有本事就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。我可没打算把你关一辈子。进来，给我好好收拾他。陆小姐，这你放心，保你满意。我倒要看看陆家小姐要是被玩残了，还怎么去勾引男人。来吧，陆小姐，放心，我会让你很爽的。哎呀，陆小姐皮肤可真好。放开我！你叫啊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叫啊，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妈的，臭婊子，给我老实点，不然有你好看。等一下，你不是要跟我那什么吗？你不松开我，我怎么好配合你？可别耍什么花样！我告诉你啊，来这儿的女人，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，都没人能走出去的。等我好好配合，哥给陆小姐说，把你卖给我。妈的，臭婊子，妻子！妈的，臭婊子！既然不愿意伺候我，那给你换一种姿势！北辰，唐念，顾北辰，谢谢你。你怎么会在那儿？我是被绑去的。绑去的？从京城绑到江淮那个小县城。我爸的葬礼，我想回去送他最后一程，结果被撞晕了，囚禁在那里。我在那个酒店已经待了3、4天了。顾北辰，我说的话你会信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是陆星儿绑的我。理由？咱们2个的关系，
你以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他知道我是陆家的女儿。你以为他真的会像你看到的那样，敞开怀抱迎接我回陆家，取代他的位置吗？顾北辰，他真的不像你看到的那个模样。好好养病。唐念啊唐念，你明明都知道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，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？你还在期待些什么？妈，弟弟，哎呀，你可算回来了！你爹给你送伞，只看见地下的保温桶和粥，四处找你不见你人，急死了。你妈为这还报了警，警察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。哎，自从你弟淋了雨，又高烧不退，你妈在医院守着呢。谢谢。妈，念念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念念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你这么多天都上哪去了？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？疼吗？没事的妈，我就是不小心出了车祸，被肇事的司机带到市里治疗，真的没事了。念念，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，你别冒冒失失的让妈担心好吗？妈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小镇上捡到我的具体位置吗？念念，之前把你赶出家门是妈太冲动了，对不起啊。没关系的，我当时是跟你爸在政府门口捡到你的。当时镇上在修电站，我们2个人就去卖苦力，路过政府门口的时候，你就蹲在路边，等我们晚上10点钟回来的时候，你还在那。晚上又冷，你也不哭不闹的，小小的身子就全蹲在那儿。我们2个看你可怜，上去一摸，你还在发烧。当时我们没有孩子，所以就把你抱回家养了。我想回去看看。好，我明天带你去看看。念念，小陈的病在镇上，怕是……妈，我们把小陈带去京城治疗吧，那里治疗条件好，也方便我照顾你们。你不用担心钱，我现在在大名鼎鼎的陆氏上班，工资可观，小陈的医疗费我可以负担得起。听你安排。就是这，以前的镇政府现在改成了仿古度假村了，但是大门位置没变。你那个时候就蹲在那，天气那么冷，小脸冻得红扑扑的，不哭也不闹的。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唐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脸……陆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前一天才见过。唐念，你可别乱说，我那天可都是一直和北辰在一起。哦，念念，妈，你怎么了？你还跟那个男人有联系啊？妈，你放心，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，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牵扯了。你别怪妈啰嗦，咱们女人这辈子找男人，他不一定要有钱有才，最重要的是对你好，心疼你，肯一心一意守着你过一辈子，平平淡淡健健康康的才最重要。那些需要你仰望的男人，他跟你走不了一辈子的，太辛苦了。更何况那个顾北辰他已经结婚了，你几乎离他远一点。好好找一个真的心疼你的人生活好吗？知道了，妈妈，都听妈妈的。你事情办完了吗？刘姐，你还有什么吩咐的吗？你脸上的伤没事吧？没事。你夏天别感染，小心一点。我回老家的事儿，只跟刘雪一个人说过，然后陆星儿就追过来，绑架了我。唐念，唐念，
怎么心疼我呀？废什么话呢？去医院。你个没良心的，你说好过来请我吃饭的，要不是弟弟我及时赶到，你这小脸哟恐怕要废喽。唐念，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呀，这么快就搭上新的小白脸了。这说你是公交车算是抬举你了，你就是火车万人睡的婊子。谁呀？我？公交车？火车？去买一支好点的牙刷，好好刷刷你这张臭嘴，别见到人到处喷。你自己不恶心你自己，看到的人还恶心呢。你为什么要帮这个夫人？唐念害得陆小姐和顾总感情不和，害得我老公进了监狱，你为什么要帮他呢？你老公？那个姓李的小经理，他那是贪污搞砸了项目，罪有应得。你们自己人龌龊，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还有脸来这里怪别人？保安，给我把这个女人赶出去！我老公只是拿了点钱，为什么要去坐牢？唐念，你个贱人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念念，你烫着没有？我没事，刚才水杯倒了。啊，先生，你没事吧？啊，真是谢谢你了啊！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还有没事儿，我叫陈超，是唐念的男朋友。好好好，真好，小陈这孩子真好。林姨，你是不是要去找陆总？他现在应该在办公室，你上去吧。我是来找你的。月儿说前几天你请假了，今天刚回来，我本想做些好吃的给你送过来，不过看样子你们是一会儿要出去吃，那我改天送过来。你和小陈出去吃饭吧。好，走吧。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？我好歹也救过你2次吧，你就不能给我点好脸啊？你要是有点良心，就陪我去医院，顺便请我吃点东西。走吧，去医院。真香甜。你要是以后想离顾北辰远一点，就别动。陈先生，这是经历了念念这次在老家被绑架，我才发现她在我心里到底有多么重要，所以我决定了，以后不管她在哪里，我都会守着她，护着她。顾总没意见吧？没有。那看样子我和北辰马上就能喝到唐小姐的喜酒了。这位小姐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啊？宝贝儿，你快看看，她是不是和视频中绑架你的那个女人有点像啊？这位先生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绑架不绑架的？听起来怪吓人的。哦，那这样吧，一会儿给江淮有关部门打电话，好好问问，我倒要看看他们给我提供的线索，莫非有假？好了，顾总，不打扰您了，我们走吧。对了，公司前几天刚招进来那唐念，跟陆总什么关系啊？关系肯定不一般。前几天呢，他请了半个月的假，可能是玩得太刺激，脸都受伤了。玩什么？他跟了陆总？这个年头啊，哪有人会嫌钱少呢？听说他是去了江淮最大的酒店，那儿的男人呀，又刺激又有钱。听说呀，会玩得很。难怪中午在大厅，季晴会骂他是公交车。唐念，我们刚才是胡说八道的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！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不放在心上能成吗？不过一个妓女，还有当又立的，你不恶心啊？
这脸皮也没这么厚，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？你说谁呢？你，我又当又立。你是什么？打听我和陆总之间的关系？怎么？难不成想让陆总来帮你？我劝你一句，就你这种货色，陆总连看一眼都觉得是在污染视线。你有时间在这污蔑我，还不如多跑几趟整容医院。你下次再做人，先打听清楚，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唐念，我，刘姐，再一再二，没有再三再四。唐念，晚上有事吗？没事的话，一起回趟陆家，妈做了好吃的。晚上我有事，先不去了。上次的事情，爸知道错了。你别放在心上，我是真的有事。爸准备给你办个宴会，对外宣布你的身份。你有时间的话，回趟家，跟爸妈提一下你对宴会的要求。嗯。念念，怎么办？小陈他好不容易做完骨髓移植手术，怎么又严重？妈，你别太担心，医生说他只是肾功能出现了点问题，还好发现的早，小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妈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不能小陈好了，你又倒下了，那我们可怎么办？阿念，开门。谁啊？是我，开门。顾总找我有什么事？唐念，我数到3，再不开我就砸门了。顾北辰，你怎么喝这么多酒？顾北辰，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，你来找我有什么事？怎么？有了新欢我就不能来了？你喝醉了，我找人送你回去。顾北辰，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，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，你现在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啊？你跟陈超什么关系？男女朋友。离开他，你玩不过他。顾北辰，你现在是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讲话？前男友，还是以陆家女婿的身份？顾北。顾北辰，顾北辰，你不会真的睡着了吧？顾北辰，放开我！顾北辰，你有病就去吃药，你在我这里发什么疯？孩子，把孩子还我！原来他还记得孩子，原来他在乎他。
顾北辰，你穿我衣服干什么？你衣服呢？湿了，穿不了，睡觉。Hello， 唐念，你这昨晚干嘛了？你这黑眼圈的。大清早的，你来干嘛？嗨，我姐糕点做多了，让我来给你送点。顾总，你这是……今天的事情你最好全部烂在肚子里，否则……顾总，走。哎。唐念，你最好给我个解释。那个，我说，你这衣服是你昨天喝醉酒自己换的，你信吗？你再说一遍。昨天你喝醉了跑过来砸我门，你进来说自己衣服湿了，偏要轰我连衣裙，我拦都拦不住。那你看，你昨天喝的酒瓶子还在这儿呢，真的是你自己。够了，管好你的嘴。唐念，为什么？就因为我在洗手间说了你的坏话，你就公报私仇，唆使陆总将我调走。同事一场，我没有想到你这么的狠，亏我以前还尽心尽力的待你。你被调离不是我唆使的，一来我没这个本事，二来这种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做。自从仙药工程出事以后，陆总就让我把所有的项目都翻了一遍，让我把发现的问题全部告诉他。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，并不是在公报私仇。你要是真的想找原因，你应该从你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。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不合格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陆总没有开除你，你应该感觉到庆幸。另外，你做的那些龌龊事，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陆仙儿没有随时让你汇报我的情况。我回老家，在江淮差点丧命，回了京城又差点被激情毁容，连续发生这么多事情，我一直不明白的就是，好像陆仙儿一直很清楚我的位置。如果说一开始我只是怀疑，但是后来我在卫生间听到你在传我跟有钱人乱来的假象，我便清楚。刘姐，我不傻，是个人啊，动动脑子都能想到。可我做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你任何的事情，而且陆小姐说了，只是想知道你的去向。她也说了，她只是好奇。好奇？在卫生间里面诽谤我，又想在公司传我的污言秽语，也只是好奇而已。我需要钱，我有孩子，我一家老小上上下下都要我挣钱养着。陆小姐说了，她只是想知道你的行程而已，你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，我只是想保住我的工作而已。可你为什么要咄咄逼人，唆使陆总将我调到分公司？刘姐，我再说一遍，你被调离分公司不是我唆使的，而是你自己的问题。人可以蠢，但是不能蠢而不自知。你应该想到的是如何以后把工作做好，而不是想方设法的推卸给别人。你觉得不容易，可谁活得容易？凭什么让我成为讨好别人的工具？